女生抖动头发，发带不小心掉落，男孩拿起了它，放在嘴边嗅探，那清新的香味让他直接上头，把发带的标签吃进了嘴中，伴随着咀嚼，他也开始了幻想。女生穿着清凉，和他在纺车中相会，而一个女生还不够，他又邀请另一个女生，而伴随着幻想的进行，两个女生都有所感应，身体莫名其妙的激动，根本就无法自控。伴随那一声吼叫，就这跌倒在地，他捂着自己的裤裆，慌忙的逃出了教室。他想修复自己的自行车，却不小心划伤了手指。但令他惊奇的是，那伤口竟然以一种可见的速度愈合。他意识到自己获得了某种能力，这也让他想起了之前的事。原本他受了皮包骨，总是会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他有自己最爱的杯子，也有让他无法割舍的橡皮。至于母亲的购物小票，则是他钟爱的小点心。随着他的异食癖越来越严重，体内的毒素也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他无法起床。母亲也为他请来了医生，他一句无可救药，就彻底断送了小帅的前程。而母亲不想看着儿子死去，便找来了一个神棍，他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这才换来了神棍的一次诊治。仅仅过了3个小时，小帅就已经油尽灯枯。神棍坐到沙发前面，伸手触碰小帅，只是短暂的瞬间，两个人就都有所反应。小帅精神了不少，而神棍则显得痛苦不已。本以为他会知难而退，可是家伙显然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卫生间简单的修正一番，老神棍就打算再次施法，可再次触碰，两个人的反应都更为猛烈。老家伙咳个不停，不小心将烟头咳出。小帅感觉心情发随的时候，最终却侵袭了神棍。feel everything. Ah! And it fucking hurts! 说完这话，神棍就大小便失禁，他不断的挺着身体，在和剧痛对抗。可是没多久，他就瘫倒在地。Go fuck yourself, kid. 神棍断气的瞬间，小帅直接坐起，他好像被赋予了新生一般，身体竟然全都达到了最高点。I'm hungry. 警察处理了神棍的尸体，并没有对小帅一家追责。但令人惊奇的是，小帅胸口的伤不见了。他渐渐地查到了自己的能力，便把这些都告诉了母亲。可母亲全当儿子在说笑话，并没有把小帅的话放在心上。而小帅也好像戒掉了异食癖，对真正的食物也没了抵抗。Invincible. I'm invincible. 他骑着自己那蹩脚的自行车，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可突然的掉链子，却让他不得不停下维修。两个女生感叹于小帅的变化，感叹他不再像以往一样的受过嶙峋。他满脸都是痴傻的笑，目送着女神离开。可是刚一转身，就碰到了欺负自己的校霸。只不过这次涉及到自己的女神，小帅并没有让步。You can't hurt me. Oh, I bet I can, trash boy. No, I didn't feel it. 校霸一脸的不可置信，便朝着小帅脸上来了一拳。可在小帅后退的时候，疼痛也传到了他的脸上。Amazing. Are you done hurting me? I'm not sure you can take much more. Strike 3, you're out. 小霸骂了句怪胎，然后就落荒而逃。小帅高举双手，开心地嘲讽了对方，但更多的却是来自于心中的喜悦。他在放学的路上找了份工作，便赶忙回家和母亲分享。母亲刚准备给他买辆新自行车，房门就被人砸响。他男人身后显然是那校霸来找场子来了。小帅说的是自作自受，是他自己伤害了自己。可是如此说辞，男人根本不信。 Reed always picks on me. No, I know that, but I mean... Wait. You know your son bullies my son? Have you tried to stop him? Why? Boys will be boys. What the fuck does that mean? Denise, please, I just... No, that's Mason to you, actually. 因为心虚，男人无力争辩，说了没有2句，他就被母亲关在了门外。可是房门关上，小帅却兴奋地和母亲讲起了经过。为了让母亲知道自己的厉害，他提议让母亲扇自己一巴掌。 But not too hard, because I don't want you to get hurt. Slap you. Just do it. Oh, only a little slap. 因为母亲一辈子都没打过小帅，他们便换了方法。当知道在他掐下去的瞬间，母亲的胳膊就传来了剧痛。他震惊地看着儿子，等着儿子给自己解释。 Nobody will ever hurt us again. I won't let them. 母子俩想了很多可能，各种职业他们都想了个遍。相比于小帅的兴奋，母亲则感到有些担忧。她支持儿子去当消防员，可她还是担心小帅在救火时受伤。而为了不让母亲担忧，小帅便拿起了打火机。 Oh my god. Well, I could save a cigarette lighter. 几集之后，母亲就意识到严重性，他们必须保守秘密，否则会被人抓起来当小白鼠。 You don't have any other superpowers, do you? 拥有了超能力，小帅也帅气了不少。在欣赏完女神之后，他也走向自己的教室。 What the fuck? Who did that? I will fuck you up. Did you do that? Hey. 在课堂上，小帅尝试了新的能力，他将女神的体感拉进幻境，可差点闹了个笑话。
晚上的篝火晚会，女神遭遇捉弄，小帅及时出现，挡在了女神前面。Back up, everyone. It's Trash Boy here to save the day. 坏小子们上前威胁，被一旁的家长看在眼里。就在他们要动手的时候，那个男人走了上来，见项链给小帅出头，他们不得不转身离去。只是看那个样子，这事显然还没有结束。果然，宴会结束时，这群家伙追上了小帅，他们特意关闭了车灯，打算吓唬吓唬小帅。但兴奋的样子，竟然不止让他尿裤子而已。小帅没有任何反应，开车的那位却惨遭爆头，一车的坏小子吓得仓皇而逃。小帅在此时醒了过来，在他缓缓爬起的时候，这群家伙也受到了2次惊吓。Why couldn't you all just leave me alone? Look what you've done! 看着远处驶来的灯光，他赶忙来到路边，脱衣服时身上还满是伤口，可一转眼就全部愈合。等那车停在路边，才发现下来的是2个女神。她们看到了死去的小巴，小帅也在出现后解释了一切，可他身上却根本没伤，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警察来了，所有小巴都被叫了回来。教练叮嘱他们不要乱说，以此来迷惑警察。小帅没有避讳女神，和母亲讲述了事情经过，而混混们的一番添油加醋，将责任全部转到了小帅身上。那个男孩的死因也被归咎于气囊故障。混混们远远地看着小帅，眼神中已经有了忌惮。可看着他和女神甜甜蜜蜜，一个小巴还是不敢就此放过他。I have a plan. Tonight, Trash family begins their journey out of Trailer Town. 小帅正在准备下班，一个吉普3人就找了上来。因为惧怕他那副样子，小帅并没有和他多聊。他回家把和女神约会的事情告诉了母亲，和他分享了喜悦。可母亲没来由的头疼，小帅只能出门帮他买药。看着汽车远离，混混们还以为是母亲离去。他们用皮卡挂上脱钩，连接上小帅家的房车。而母亲对此一无所知，此时还在睡觉。一脚油门之后，房车突然倾斜，好像倾倒，燃气泄漏。母亲想要逃离，房门却无法打开。等小帅返回时，就看到了大火。就算他以最快的速度冲进了房间，也没能救下他最爱的母亲。虽说没有必要，可小帅还是躺在了病床上，因为剧烈的情绪波动，他又恢复了意识癖，眼神愤怒，抱怨着上天的不公。在神父的祈祷下，葬礼进行到了尾声。他看着母亲的照片，回想着母亲的音容小貌，再次起来的崩溃，让他跑向了一旁。好在有女神安慰，他这才稳定住了情绪。意识癖袭来，他突然想吃点什么，哪知道吃了这坟墓长出的叶子，他就开始剧烈的呕吐起来。而这一幕却被他另一个同学看在了眼里。喜欢母亲的那个警察也在对小帅进行了劝解。作为母亲的骄傲，他应该坚强起来。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他谈论着案件疑点。而在字里行间，小帅查到母亲的死并不是意外，他们不小心弄死了人，他脸上却没有丝毫愧疚。嬉笑怒骂之间，全都是对母亲的鄙视。正想碰上警察和小帅的车，他们便发出了嘲讽。而这般明晃晃的炫耀，也让小帅认定了他们就是凶手。 Don't pay attention to those idiots, alright? Kelly! 等警察下车，已经看不到小帅的踪迹，他只能呼叫支援，然后大范围的搜寻。小帅跟着混混们来到了河边，他悄悄地躲了起来，等待合适的时机。见黑哥下了水，他便拿起了黑哥的衣服。有了教室里的经验，他知道这绝对可行。混混们还在玩耍，小帅却勒紧了自己的脖子。随着他愈发用力，黑哥也无法呼吸。原本狼里白条的家伙，此时却深陷水中。过了没有多久，他就开始挣扎起来，而小帅则把脸憋得通红，不让他有丝毫喘气的机会。在警察赶到的时候，小帅昏了过去，而水里的黑哥也彻底没了气息。在小宝把他拽上来的时候，结局就已经注定。Wak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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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验证了自己的能力，首先想的就是报仇。母亲的死，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One bullet down. Ready to go. Who's next? 小帅放过了那个家伙，可他却带来了警察。有警察插了一脚，他也只能作罢。毕竟给母亲报仇，不急于这一时。 What just happened? Trash Boy just fucked Tucker shit up. Wow. You killed that freak. 小巴向警察解释，可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黑哥被水溺死，也只能匆匆结案。小帅无处可去，就只能找上女神。两个人漫步在树林里，女神则劝他不要复仇。小手轻轻一拉，他就改变了想法，或许法律仍给予他们公正。可就当女神以为这一切都已经结束的时候，小帅就闯进了他们的教室，对瞎小子一番嘲讽，以此来激怒对方，在圣母的同学面前丢脸，让他怒不可遏。小巴看出了小帅的阴谋，赶忙上前阻拦。 Tell them what you did.
小帅现在还不肯认罪，便调转了枪口。他朝着狭小的最爱的女神撒泼，说了一堆下贱的用词，如此污蔑自己喜欢的女孩，这让他再次暴怒，拿起桌上的化学材料，直接泼在了小帅脸上。这次复仇成功，他归还了对方的帽子，所有人都震惊不已。女神也冲上来辩驳 This was not the plan. 那女孩冲上前来，对着小帅发狠，反射的伤害传来，他也第一次体会到了蛋疼的感觉。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他，他整个人也好像黑化。搞完了嘻哈小子，他又把目光对准校霸，他被吓坏了，却还不承认是自己引发的火灾。警察突然出现，右手紧紧地按着枪套。当他上前查看伤者的时候，小帅则落荒而逃。小马一整天都提心吊胆，为了女友呼唤，他才战战兢兢的出现。他记得那天的猛漫，也记得小帅的呕吐，但是事情好像并不是这么简单。他们穿梭在墓地里，找到那株藤蔓，一番折腾之下，他们采集了不少。回家之后，小马便把它们放在了浴缸里。可是第二天，那藤蔓就被吉普赛人连根拔起。男人带着小马两兄弟训练，还顺带着叫上了警察。小帅躲在角落里偷瞧，正寻思着如何跨过警察。可警察无意中发现了皮卡上的铁链，发现铁链上的砖块。真相大白之际，警察的愤怒也冲上了头。小帅偷偷地打开车门，在包里面不停地搜索，棒子太臭无法下嘴，他一时之间就没了选择。好在他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把电钻。警察询问兄弟俩，可他们却不愿意说实话。那男人一脸威慑，警察也不好说些什么。 Check it out, guys. It's the walking garbage disposal. 小把整个人都戒备起来，准备迎接小帅的怪招。可小帅在咽下布条之后，却举起了一把电钻。 Now who's ready? Look, Kelly, I had nothing to do with your mother's death. I swear. Where the hell are you going? Reed, get back here! 小宝弯下腰，从包里拿出了喷雾器，里面是他准备好的东西。喷头正对着小帅，小帅变了脸色，赞美了之前的玩闹。这两个家伙死不悔改，一切都将是他们的罪有应得。警察让小帅放下电钻，而小帅才要下巴认罪。但即便是如此这般的折磨，小帅还是不肯松口。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教练一脸懵逼。可他看得出是谁害儿子如此痛苦。Come on! Shoot him, goddammit! I can handle this! 作为吉普赛人，警察还记得这个传说。他没有开枪的原因，完全是对于传说的尊敬。This is not you. Haven't been used for 100 years. That medicine is very dangerous. 女生跑了过来，小帅这才拔出了电钻。教练见时机成熟，便朝着小帅撞去，可胸口传来的剧痛让他跌倒在地。Take that, you son of a dead bitch! 被穿了藤蔓的指引，小帅整个人都开始颤抖。大人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女神则跑了上去。 Shoot him now, he's weak! 教练抢过了警察的枪，逼迫着警察退后。小帅刚刚恢复，一把枪就顶在了头上。 This ends now. Nelson killed my mom. You and Tony burned her life in our home. What's wrong with all of you? Goodbye, freak. Don't shoot! 巨大的冲击让小帅额头痒得不行。女神第一次感觉到失望，小帅也在此时痛失所爱。女神更喜欢曾经的小帅，而不是现在充满怨气的他。经历了这一番事件之后，小帅最终也选择了放弃。在那个吉普赛人守护了几百年的坟墓前，警长他们举行了仪式。一阵阵闪电过后，警察却赶到了这里。可仪式还尚未结束，警察就扣动了扳机。原本要摆脱神力的小帅，此时却再次痛失爱人。他的黑化被注定了无人能挡。脑洞极大的超能力，超级治愈不说还拥有不死，伤害反弹，让人对自己的幻想。片子可能简单了一些，但这个脑洞值得无限。如果你是他，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呢？每天一部好电影，期待与你的下一次相遇。